告诉我，发现孝义叛军踪迹，现离我军大营不足10里。好一个孝义！不止联合九幽门10贤将，还秘密布置了红山派作为左右局势的杀器。众将听令，开风盾，架真元炮。话说秦牧与沈万云、司云香等太学院师子，刚刚从围剿中凭借千魂影这门偏门法术惊险脱身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转眼又撞上了叛军孝义将军的大队人马。这可真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。孝义将军对红山派那能召唤魔神的吊诡遣神符自令十分感兴趣，他正率军攻打对岸的延康国武定郡，急需强力助阵。一看秦牧几人穿着红山派的衣服，这衣服是他们之前从红山派弟子身上借来的，立刻就把他们当成了宝贝。孝义将军不由分说，派出手下一位7星境巅峰的将领林定，带着秦牧他们前往前线要塞天波城，命令他们在那里也召唤一尊魔神，帮助攻城。秦牧心里叫苦不迭，但形势比人强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一路上，林定统领对他们这几个红山派遗孤倒是颇为客气，还感慨战乱时代正是强者崛起，冷门法术大放异彩的机会，听得沈万云等人暗自点头。但秦牧他们压力巨大。第一，他们是冒牌货，根本不会红山派的幻魔法术；第二，就算真召唤出魔神，无论是帮着叛军屠杀延康国军队，还是事后被叛军清算，怎么看都是死路一条。秦牧甚至暗中考量能否联合众人突袭干掉林定，但林定随手一击掌心雷，就轻松灭杀了一伙来袭的山匪，展现出的实力让秦牧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战绩流派的强者感知敏锐，他们几个武药境界的武士去偷袭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无奈之下，一行人只能跟着林定来到了天波城。这座城建于甬江险峻之处，巨浪拍崖，直上云霄，故而得名。城中叛军云集，戒备森严。镇守此地的乃是叛军中的重要人物，玉龙门的龙主，一位教主级的存在，而他膝下还有一位性格诡异的儿子，或者说女儿，名叫龙娇南。城门前，秦牧心头一凛，他认出了龙娇南。当初他乘船前往京城时，正是此人驾驭一条恐怖巨蟒，几乎杀光了全船的人，只有他和魏庸侥幸逃生。此刻冤家路窄，龙娇南似乎也觉得秦牧有些面熟，但一时没想起来。林定上前说明来意，称这几位是能召唤魔神的红山派高徒。龙娇南一听大感兴趣，立刻应允。秦牧赶紧提出需要搭建一座特定的白骨祭坛，并提出施法时不能受人打扰。龙娇南满口答应，但话里藏刀，如果唤不出魔神，戏耍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很快，一座由真实人骨搭建的阴森恐怖的白骨祭坛在城主府内树立起来，四周被军士严密把守。祭坛之上，秦牧等人陷入了绝境，沈万云都忍不住低声向秦牧问计，甚至改口称他为秦师叔。绝境之中，秦牧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自己来召唤魔神。原来他早已暗中记下了红山派符宝上的1000多个符文，以及那尊木雕魔神像上的所有烙印。他推断红山派需要13人合力，无非是分摊压力和记忆量，而他凭借修炼太玄算经强化的记忆力与掌控力，或许可以一人独立完成。他的目的不是帮叛军，而是召唤魔神，令其攻击天波城，制造混乱，他们再趁机逃生。主意已定，秦牧不再犹豫，他让同伴护法，自己则站在祭坛中央，将13枚符宝以元气丝托起，环绕魔神雕像。接着他口中念诵起古老而晦涩的魔语，这语言比红山派弟子使用的更加原始深邃。随着他的吟唱，元气流转，符宝上的符文逐一亮起，映照在魔神雕像上，雕像周身的符文也随之被激活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秦牧的意识仿佛通过这尊雕像穿透了无尽时空，抵达了一个黑暗、深邃、恐怖的世界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3只巨大无比、燃烧着赤焰的眼睛，一个浩瀚的意识与他接触。都天魔王。秦牧谦卑地提出献祭天波城的所有神通者，祈求魔王降临。都天魔王狂喜应允。下一刻，秦牧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成了一个通道，一股无比狂暴、阴森的能量与意志正从那个黑暗世界疯狂涌入，灌注进祭坛上的木雕之中。木雕瞬间皲裂膨胀，内部竟生长出血肉。眨眼间，一尊高达数10丈、生有8臂、四面12眼的血肉魔神
屹立在城主府中，恐怖的威压席卷全城。然而，这尊都天魔王根本不受秦牧控制，甚至无视秦牧的生死。狂暴的意志几乎将秦牧的意识碾碎，秦牧眉心裂开，鲜血直流，全靠霸体三丹功死死守住灵台一丝清明。也就在这时，真正的红山派道人带着另一尊魔神像赶到了天波城，并从灵定口中得知了真相。他们惊怒交加，意识到城中正在做法的是敌人假冒的，而且召唤仪式即将完成。灵定和红山派道人们发疯般冲向城主府，但为时已晚。都天魔王彻底降临，狂性大发。红山派道人试图用退魔令阻止，却被魔王眼中射出的雷光瞬间化为飞灰。不过，退魔令的光芒也让秦牧暂时摆脱了魔王意识的压制，恢复了身体控制。快走！秦牧吐血大喝，龙麒麟现出40多丈的真身，众人跳上其背，想要冲天而逃，可都天魔王巨手一抓，空间几乎凝固，龙麒麟动弹不得。危急关头，一声龙吟，玉龙门的龙主驾驭一条教主及蛟龙杀到，暂时缠住了魔王。秦牧等人趁隙逃出城主府，但整个天波城已经陷入末日景象。都天魔王一边与城中高手激战，包括龙主和另一位神桥境的教主，一边竟用杀死之人的血肉骨骼现场搭建一座更大的跨界祭坛。他狂笑着宣称，吊诡遣神符字令本就是他传播到这个世界的陷阱，目的就是要建立通道，让他的真身乃至整个都天世界的魔众降临这个富饶的新世界。秦牧等人这才明白，自己无意间捅了多大的娄子。这已不是简单的战场召唤，而是一场异界入侵的开端。逃亡路上，他们被强者战斗的余波冲散。秦牧抱着小狐狸胡灵儿摔入山林，身受重伤。祸不单行，龙蛟男驾驭着那条标志性的花冠巨蛇找到了他。此时的龙蛟男也在魔王引发的灾难中受伤，狼狈不堪，但对秦牧这个毁城灭门的罪魁祸首恨之入骨。一场致命的追杀在山林中展开。秦牧凭借传送衣数次险死还生，也意外目睹了龙蛟男施展诡异功法蜕皮，不仅伤势尽复，还显露出4男4女的妖娆真身。就在秦牧几乎被逼入绝境时，两人都被空中景象惊呆了。只见天波城上空漩涡已成，通道洞开，无数奇形怪状、狰狞恐怖的都天天魔，如同黑色的潮水般从漩涡中蜂拥而出。他们在空中就自相残杀，尸体如雨落下，成为祭坛的养料。更有强大的天魔祭司降落在祭坛上，诵念魔语，加固通道。都天魔王的真身，一直缠绕魔火的巨脚，已经踏破了空间，试图挤入这个世界。秦牧心中冰凉，知道自己闯下了远比麻烦太学院严重万倍的泼天大祸。他和龙蛟男也瞬间被无数落地天魔包围，陷入苦战。就在整个天波城乃至对岸的武定郡都笼罩在绝望之中时，转机出现了。南方亮起了通天彻地的光芒，那是由数百万口飞剑组成的浩瀚剑群，剑群之中还有数以千计的剑丸如明月旋转，吞吐剑光。这璀璨夺目、壮观无比的剑之洪流横扫天际，所过之处，漫天天魔如同被收割的麦子般纷纷坠落，天空为之一青。天波城中，都天魔王脸色大变，加速召唤。然而，剑群已然调转方向，如同光的海啸轰向天波城。魔王撑起黑色天幕抵挡，无数飞剑撞击屏障的声音汇成一道刺穿耳膜的死亡尖啸，震得无数人七窍流血。与此同时，对岸武定郡城头，一个身影迈步而出，踏江而行，正是严康国师。他如闲庭信步，却瞬息间跨越江面，来到了天波城。面对混乱的战场和强大的都天魔王，他只出了一剑，那是惊艳绝伦、蕴含剑道至理的一剑。都天魔王甚至觉得能见此一剑，死而无憾。然后，他的4颗头颅便滚落在地，魔王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，跨界通道失去了主持，开始缓缓闭合。空中传来其真身不甘的怒吼，剑群也在此时收敛，化作数千剑丸飞入了一口从远处而来的木箱子中。秦牧看着那口箱子，觉得无比眼熟，这像极了残老村铁匠铺里哑巴爷爷的那口箱子。他狂奔而去，果然看到了那个背着打铁炉、满面风霜的布衣老者，他的哑巴爷爷。爷孙重逢，喜悦无比。但紧接着，严康国师也追寻而来，两位当世顶尖人物相遇。严康国师看出哑巴并非专修剑法，恳请一见其真正神通。哑巴咧嘴一笑，打开了木箱，箱中那看似剑丸的银丸瞬间液化，化作光流。它们不再是剑，而是千变万化的神兵与造物，覆盖全身的符文铠甲，
铭刻星辰的古老大钟，灵动游弋的银龙，攻防一体的巨盾雨伞。哑巴的神通，竟是将锻造之道与物质变化，修炼到了近乎造化的境界。最后，光流化为一叶银舟，哑巴乘舟破空而去，潇洒无比。延康国师赞叹不已，询问秦牧与哑巴的关系。秦牧只道他是我家大人，来自大虚。国师默然，将其理解为某个隐士豪门。最后，国师将话题引回此次天波城事件。他直言，召唤魔神者立下破城奇功，但也造成无数平民死伤，功过难断。若公开表功，必遭朝中清流攻讦，日后难免被清算。因此，他决定将此事压下，功也没有，过也没有。秦牧闻言，松了口气，这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。延康国师则流露出些许疲惫与感慨，谈及变法之间与世人之报，甚至想起了一位已故的，能理解他的道友。天波城的烽烟渐渐熄灭，巨大的危机在延康国师和神秘哑巴的介入下被强行终止。但秦牧心中清楚，一个名为都天的黑暗世界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这里。